欢迎大家回到诡异故事时间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则关于午夜电梯的恐怖故事。戴上你的耳机，准备好迎接梦魇吧。我叫李然，刚刚转到这家大楼当保安，主要负责夜班。这座大楼位于城市边缘，因为公司不景气，租户陆续搬走，现在整栋楼几乎都是空的，只有一楼还有几家店铺营业，但晚上全都打烊，基本上整栋楼到了夜里就空无一人。夜班保安轮流换班，但在我转过来之前，已经有2位保安离职。他们说这里太静了，不太习惯夜里的环境。刚到的第一晚，主管给我简单介绍了工作，强调夜里需要保持高度警惕，尤其是监控画面，别错过任何异常动静。我开玩笑地问，这么冷清的地方，会有谁闯进来啊？主管看了我一眼，笑笑莫说话，似乎有点欲言又止。我当时莫在意，只当是普通的职场禁忌，便开始了我的夜班工作。午夜时分，整个大楼变得寂静无声。我坐在保安室里盯着监控，耳边除了偶尔的空调声外，几乎一片死寂。时间刚过12点，我走出保安室，打算去巡逻。巡逻到大楼某层时，远处传来滴滴的脚步声。当时整层楼一片昏暗，只有应急灯在走廊尽头悠悠亮着，白色的冷光照出一种诡异的光影。脚步声很轻，似乎特意在避开我。我本能地紧张起来，快步朝声音方向走去。当我接近声音来源时，那脚步声突然消失了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我有些疑惑地停在原地，这才注意到自己站在电梯前。电梯门紧闭，但就在这时，里面传来轻微的哭声，声音断断续续，像是从喉咙深处发出的哀泣。那哭声低沉微弱，声音里带着一种无法形容的无助。我听得毛骨悚然，屏住呼吸，甚至有些不敢靠近。一阵冷风吹来，让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按下电梯按钮。电梯门缓缓打开，里面空无一人。里面的灯光微弱而苍白，像是多年不曾换过灯泡。我心里发毛，慢慢退后，关上电梯门。此时，耳边的哭声消失了，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第二晚，我依旧按着既定的巡逻路线。半夜1点左右，我再次来到电梯旁，耳边再次响起若有若无的哭泣声。这回，我感觉这声音更靠近了，像是就在我耳边。那声音里含着凄楚的哽咽，声音好像在低声说着什么。我心里发毛，压抑住恐惧，按下电梯按钮。电梯门打开后，里面还是空无一人，但这次地上却留下几个湿湿的脚印。脚印很小，像是小孩的。我屏住呼吸，后退了几步。回到保安室，我试着让自己冷静下来。老张是另一个夜班保安，看到我的神情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是不是遇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？这大楼里经常会有些怪事。怪事？我试着掩饰自己心里的不安，故作轻松地问。老张低声说，这栋楼原本还有一间幼儿园，5年前有个小女孩不小心被困在电梯里，当时楼里没人值班，等到人们发现时，她已经死在里面了。听到这，我心里猛然一震，感到脊背发凉。那哭声，那湿湿的脚印，难道是那个小女孩的冤魂留在了电梯里？知道这个故事后，接下来的几晚，每次巡逻到电梯旁，我都能听见滴滴的哭泣声。更诡异的是，有时候电梯会自行上下移动，门打开后空无一人，但地面上却会留下小孩的脚印，向外延伸，像是他走出了电梯。我感到愈加不安，老张却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。你怕什么？有些东西只要不打扰他们就行了。他像是说着一些辟邪的老理儿，但对我来说，这根本无法说服自己。我本能地感觉到，这个小女孩的冤魂似乎还未能安息，她在这栋楼里游荡，诉说着她的无助。我忍不住去查询了那个事件的档案，发现那晚的值班保安因为疏忽职守，没有及时发现被困的女孩。更糟的是，为了掩盖过失，当时的管理层甚至伪造了报告，把事故轻轻掩过，草草了结了事。小女孩的家属在事发后一度要求赔偿，却因为经济压力无法再追究下去，
最后只能无奈地接受了现实。得知这些真相后，我心中开始生出一股怨恨。这个小女孩无法离开电梯，是因为她的冤屈从未平反，她还在等待着某个机会来告诉别人真相。某个夜晚，当我又一次听到电梯里的哭声时，这声音突然变得更急切，好像在召唤我。我站在电梯前，感到自己仿佛能看见她的影像，一个身穿校服的小女孩站在电梯角落，蜷缩着身子，无助地哭泣着。我心头发凉，退后几步，却又忍不住走回去。我低声说：“我知道你在这里，我知道你的遭遇。”就在这时，那哭声忽然止住了，四周一片死寂。片刻后，我仿佛听见一个低低的声音说：“我想回家。”几天后，我鼓起勇气找到现在的主管，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了他，并建议联络女孩的家属来为她超度。主管一开始不以为然，但在我不断坚持下，最终同意了。在女孩家属举行悼念仪式的当晚，我整个人感到一种莫名的轻松感，仿佛有一个压在我心头的石头终于落地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听到过电梯里的哭声，电梯也不再无故移动。我本以为一切就此结束，但偶尔深夜巡逻时，我依然能感到一丝隐约的寒意，像是有人在我耳边低语：“谢谢你。”这声音微弱而遥远，让我心中既有些不安，又带着一丝莫名的慰藉。或许他终于得到了救赎，而我也从这段经历中获得了某种解脱。喜欢这则故事的话，记得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每晚间的恐怖小故事哦。